玄门中多有向俊俏者置花的风俗，魏无羡自己收得多，有时候故意捏一朵别在胸口，看那些小姑娘红了脸捂着嘴笑。只是不知是哪位仙子聊得蓝湛这样一个不解风情的人落了俗尘，偷偷摸摸藏下置花这样宝贝的加进书里。不过魏无羡转念一想，蓝湛闷得像块石头，这辈子大概是不会开窍了，必定是那人随手折了，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。心里啧啧两声，魏无羡又去看旁边散着的10几张纸。方才这叠纸跟着一排书卷跌下来，满天飞舞，颇为壮观，让他很是满意。纸张明显是揉过后又被人细细的展开抹平的，因此虽然留着皱痕，却平平整整。但看清纸上的东西后，魏无羡几乎是愕然了。那上面的字迹略显稚嫩，却已经风骨潇洒，正是出自他自己之手。魏无羡又惊又疑，他把那些散落一地的纸翻了个遍，上面无一不是他或讨好或认错或怒骂蓝忘机的话。这是他被罚在藏书阁抄书，惹得蓝忘机进了他眼屎写的。魏无羡翻到最后，只有一张纸上没有皱痕，发黄宣面上的蓝忘机正襟危坐，鬓边一朵花开的正艳。当年那些语句涂鸦全被蓝忘机揉成了团，料是早扔了，没道理再抚平了捡回来。对于个中原因，魏无羡百思不得其解。他在地上哼哼唧唧了半天，最终恍然大悟，这小古板定是悄悄收集我面壁思过、态度不端的证据，准备告发，结果不知遇到何事耽搁了，便一直藏到了今日。魏无羡想明白了，解了心中之惑，当下轻松，又兴致勃勃地去祸害第2排书卷。刚跳上书桌，进士们一声轻微响动，一人步履轻缓地走了进来。世人皆知蓝家二公子整日冷着张脸不露表情，无论怎样瞅也摸不清他心思。如今目睹竟是满地狼藉，依然不动声色，视若无睹。蓝忘机手里提着个喂兔子的竹篮，立在门口。他看了看那些凌乱摊了一地的书卷，又看了看魏无羡，半晌朝前走了一步。魏无羡上辈子不是没见过这人发怒，他怕蓝忘机一巴掌把他这兔儿命拍去了西天，一溜躲进了书桌底下，只探出半个白绒脑袋。蓝忘机依然笃定地朝他走来。魏无羡发现那人轻飘飘的目光在接触到纸面上龙飞凤舞的字迹时，眉间极轻微地跳动了一下。蓝忘机将手里的竹篮放在杨木桌上，对书桌脚下平静道：“你出来。”魏无羡连半个脑袋也不探了，垂着耳朵窝在角落里一动不动。蓝忘机见他不出来，也没失态到用剑来薅，只是弯腰一本一本拾了地上的书，拂了拂上面的灰尘，再仔细放回了书架上。魏无羡只听得外面纸张响动，也不知蓝忘机何时能收拾干净。他呆着无聊，正欲探头观望，那人却又开口了：“你可认得这字迹？”魏无羡一缩头，只在心里说：“不认得，不认得。”他奇怪蓝忘机这2天问了不少问题，自己整日闭口不言，那人却仍然锲而不舍地问下去，也不嫌烦，仿若自言自语。果然在问出这句之后，蓝忘机又不说话了。房间里的纸张沙沙声渐渐静下去。魏无羡抬头，桌子缝前站着一双雪白的靴子。“你出来吧。”蓝忘机道。“我带了吃食。”魏无羡不动，那双靴子也不动。一人一兔僵持良久，魏无羡才捧着一身白毛没趣儿的从桌脚下滚出来。蓝忘机像前几日那样提了他放在桌上，摊开的手掌中握着2只刚摘的枣儿。再过了几日，魏无羡不干了。他上辈子顿顿少不了油荤，如今竟吃些果子菜叶，嘴里能淡出鸟来，这般境地还不如被蓝忘机拍死。魏无羡苦不堪言，没过几天便趁着蓝忘机监督晨读之际溜出了进士，凭着当年修学的技艺，在云深里乱闯乱撞，顺顺当当摸进了蓝家子弟的寝房里。他的心里转得飞快，僵尸的小辈们口袋里总是藏着零嘴、新煮的毛豆、陈皮糖、炒瓜子儿，都是小孩子喜欢的玩意儿，操练间不时逮空往嘴里塞，个个腮帮子鼓得老大。而姑苏一带偏好精细的糕点，魏无羡原是想找些糯米饼和糖团，不料出师不利，半块糖还没翻到，便被晨读归来的小辈们逮了个正着。纵使他前世身形灵敏，如今拖着一个白糯的兔子身躯，也奈何不得，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一群半大孩子团团围住。魏无羡眼下一块黑斑，很是招眼。小辈们七嘴八舌叫来了蓝忘机，魏无羡梗着脖子不去看那人脸色，一路被提着回了进室。房间里依然满是檀香，蓝忘机手指一松，
魏无羡便无精打采的在书桌上滚成一个团，半晌清冷声音传来：“不问自取是为道。”魏无羡充耳不闻。蓝忘机又道：“你饿了，可先吃些果子，莫再去翻别人东西。”魏无羡装聋作哑，见他毫无悔改之意，蓝忘机也不恼，转身出了净室。不多时，蓝忘机提了那只喂兔子的篮子回来，竹篮上面盖着一块干净的白布。蓝忘机掀开白布，魏无羡的视线霎时直勾勾定在了竹篮里冒着热气的事物上，满是檀香，几乎要被这油滋滋的浓重香味压下去。魏无羡绝不会认错，镇上能在酸菜鱼里搁这么多红辣椒丝的菜馆只有一家。他在云深修学时，天天受蓝家的素茶淡饭之苦，全靠隔三差五去镇上打牙祭才能勉强撑下来。蓝家家训3000条，当年魏无羡看了2行就头昏脑胀，也不知有没云深不知处，尽食大鱼大肉这一条。但无论怎样，这个蓝湛既然会打外食吃，也算是奇事了。他两眼放光的绕着竹篮转来转去，而这会儿蓝忘机正不紧不慢地抬住拨开那堆红艳艳的辣椒丝，夹了一块鱼肚子上的嫩肉，放在了旁边的一只小碟上。魏无羡上辈子自缢惯了，从没贪恋过什么东西，如今成了兔子，倒对一锅鱼贪恋起来。他动了动3瓣嘴，心里骂自己没出息。蓝忘机看见了，却没动筷子，反倒将瓷碟朝他推了过来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。魏无羡怔了片刻，忽然明朗了，蓝湛这是摆了一道鸿门宴。虽说他兔子扮的拙劣，但也不至于让蓝忘机这样快就怀疑到了他夷陵老祖的头上。确实他前世不招野兔喜欢，4时才会起床，也从来不肯好好待在一处。若是换成江城，能认出他不算稀奇，但魏无羡自认和蓝忘机并没有什么深厚交情，充其量也就是射日之争时一同作战过，没理由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记住。不过既然蓝忘机坦然，魏无羡也就懒得再装下去。就算知道是他，蓝忘机总不能板着脸痛吃一只兔子，至多再死一次。韩光君剑法一向准，念过往情分总不会让他太造孽。魏无羡打定主意，颇有些挑衅的意味，往前一蹦，撕了块鱼肉吞下去。辣，这是魏无羡的第一个念头。他生在云梦，口味重的连江城都骂，此时却辣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鱼肉烧进胃里，简直像是一块火炭将他烙了个对穿，辣劲反冲上鼻。魏无羡连打了一串喷嚏，肚子里火烧火燎，烧得他在桌上滚成一团。魏无羡不知兔子吃不得这么辣的东西，但是好吃香。他不知多久没碰过鲜食了，涕泪横流的爬起来，做事要再次去咬那碟鱼肉，却被蓝忘机伸手拦住了。蓝忘机眼里有明显的疑惑，他迟疑道：“你不能吃辣。”俩人难得都犯了糊涂，只是一个是大意，一个是压根想不到这一点上来。不过魏无羡根本没听见蓝忘机在说什么，他一贯是无辣不欢无肉不欢的，如今1天3顿都是苹果，换了上辈子早已一头撞死在柱子上，此刻好不容易见了油荤，手脚并用的挣扎许久，奈何挡住他的那只手纹丝不动。蓝忘机看了看眼前耸动的毛团，又看了看那碟鱼，神情罕见的显出些呆来。半晌，他起身倒了一杯茶水，然后夹起一块鱼肉涮了涮，递给魏无羡。虽然依然辣，但好歹能下咽了。魏无羡生怕蓝忘机再拦他，拖过鱼肉吞得飞快。见他吃得高兴，蓝忘机耐心选鱼肚子上的肉涮了给他。像这样3斤重的鲶鱼，曾经魏无羡一个人能吃1条，但现在不过只吃了几筷子就饱了。他摊开4肢歪在桌上，一脸满足，活脱脱前世翘着腿晃荡的得意样。见他已饱，蓝忘机自己捡了剩下的鱼肉吃。魏无羡拿眼睛去偷偷瞟他，只见蓝忘机面上虽然一派平和，额上却全是细细的汗，唇上也是红的。平日里蓝二公子喝茶是用品的，如今一杯接一杯，简直是好饮了。魏无羡奇怪，他记得蓝忘机吃辣程度不低于他，前世他请蓝忘机吃过1次饭，那人点的也全是辣菜，他还笑说口味挺重，如今看来却似不然。约莫是察觉到了他的目光，蓝忘机长睫一扇，视线瞥了半分过来。魏无羡连忙闭上眼睛，装死。少请。耳边咔啦一声，魏无羡眼皮拉开一条缝，一碟嫩黄苹果搁在他旁边。魏无羡在心里咬碎了一口牙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